她的绝世容颜就连凯撒都为之倾倒，妩媚动人，风情万种，被称为尼罗河畔媚人的花蛇，吞噬了2位地中海王者的心。她就是埃及艳后克利奥帕特拉。她又是如何一步步走上权力的巅峰呢？公元前48年法萨卢斯战役，凯撒在内战中大败庞培，罗马开始由共和国向帝国转变。凯撒获得罗马的军政大权，得知战败的庞培潜逃到埃及，凯撒决定亲自赶往埃及。此时埃及局势动荡不安，前任法老托勒密12世死后，托勒密13世本应该和姐姐克里奥帕特拉结为夫妻共同执政，但他却听信宦官波提纽斯的谏言，将姐姐驱逐出埃及，自己独揽大权。船只靠岸后，凯撒见到了托勒密13世，他当即表示罗马是埃及的保护者，且是先王遗诏的执行人，希望托勒密13世和姐姐能够共同执政。听到凯撒竟然想让克里奥帕特拉回来，托勒密13世深感不安，他早已准备好了进献给凯撒的礼物。庞培的头颅，他本以为这样的举动能够取悦凯撒，谁知凯撒看到后却是五味杂陈。怎么说庞培也是自己的女婿，他虽然想要打败庞培来稳定自己的统治，但却从来没有想过要杀害他。他不能接受罗马的执政官落得如此下场。当天晚上，凯撒就和部下展开秘密会议，准备向埃及人讨要说法。突然有一个不速之客前来求见，怀里抱着一卷地毯，声称这是上天赐给凯撒的礼物，必须由凯撒本人亲手打开。凯撒只能让部下先行离开，然后一把扯开毛毯。Kindred of Horus and Ra。凯撒瞬间被眼见的女人散发的魅力所吸引，在随后的交谈中，凯撒发现眼前这女人上知天文下知地理，还当着他的面指出了罗马作战地图上的漏洞，这让凯撒不得不重新审视眼前这个女人。此时艳后说出了自己此行的真正目的，那就是希望凯撒帮助自己夺回王位。作为交换，他承诺将为凯撒的军团提供充足的粮草与资金，这让凯撒有点心动。不过他并没有立即答应他，而是以自己休息为由暂且不谈此事。接下来的几天，艳后静静地等待着凯撒主动送上门，因为他心里明白凯撒需要他这个盟友，而且还没有男人能抗拒自己的姿色。果不其然，没过几天，凯撒亲自登门拜访。艳后身姿妖艳，着装华丽，想以此来吸引凯撒。同时告密称，托勒密13世正在各地召集军队，准备包围亚历山大港。为了防止被敌军封锁，凯撒下令烧毁了所有埃及船只。不过随着火势逐渐蔓延，城内的很多建筑都燃起了大火，其中就包括典藏无数的亚历山大图书馆。听到这个，艳后愤怒地质问凯撒，为何罗马人要在城里搞破坏？但战事紧急，凯撒来不及解释，就匆匆赶往前线。埃及军队的攻势已经愈发猛烈，看着不断投掷过来的燃烧弹，罗马士兵立刻组成龟甲阵冲出城墙。经过一夜战斗，罗马军队拿下了胜利。次日，眼看埃及军队已经撤退，凯撒立刻派兵前去追击。与此同时，另一支罗马军队也正在向埃及进发，这是凯撒在来亚历山大港之前就安排好的，显然是为了此战未雨绸缪。埃及战败，托勒密13世被审判流放，宦官波提纽斯被判处死刑。艳后对此非常满意，但她也想知道怎么处置埃及朝政。然而凯撒却突然感到身体不适，艳后温柔地为凯撒擦去汗水，还不断安慰着他焦躁的心，这正是凯撒想要的结果。二人随即拥吻在了一起。在凯撒的帮助下，克里奥帕特拉成为了埃及毫无争议的统治者。凯撒以罗马的名义承认了埃及艳后的王位。在加冕仪式上，为了体现自己的权威，艳后要求凯撒必须和其他人一样向自己下跪。刚开始凯撒不愿意，但为了照顾艳后的情绪，凯撒还是照做了。正所谓男人征服世界，女人征服男人。亚历山大的棺椁前，艳后鼓励凯撒紧跟大帝的步伐征服全世界，但凯撒却表示 Having conquered the world, he died at 32. I am 52. My remaining ambition is to keep the world from conquering me. 但艳后野心勃勃，她还想着征服更辽阔的疆域。想要实现这一目标，最好的方法就是和凯撒联姻。经验丰富的凯撒当然明白艳后的心思。就这样，凯撒在埃及一待就是3年，而艳后为他生下一个儿子凯撒里奥。凯撒经常为膝下无子而感到遗憾，艳后特意嘱咐手下将孩子带到凯撒和罗马将领面前。按照当时罗马的律法，如果凯撒当众将孩子举起，那么就相当于承认这个孩子为合法继承人。老来得子的兴奋让凯撒忘乎所以，毫不犹豫地将孩子高高举起。没过多久，凯撒与艳后育有一子的事就传遍了罗马城。令元老院担忧的是，凯撒作为罗马的执政官，如今更是成为了埃及的统治者，担心他会为了自己的子嗣篡改罗马的共和制度。凯撒的养子屋大维更是忧心忡忡，害怕自己会失去在其心中的地位。罗马城中一时间流言四起，舆论的压力下，凯撒只好暂别艳后离开了埃及。直到2年后，在经历了非洲和中亚的诸多战役，一路得胜归来的凯撒受到了罗马民众的最高礼遇。面对万民的拥戴，元老院一时间也毫无办法，不得不授予他终身独裁官的称号。而艳后母子也受邀出席了庆祝典礼。接下来，影片为埃及艳后造访罗马打造了华丽无比的场景。
一场堪比奥运会开幕式的仪式过后，几百个奴隶分成两路，拉着巨大的狮身人面像缓缓进入。燕后与儿子压轴出场，他们身着黄金长袍，端坐于王座之上。罗马民众哪里见过这种阵仗，一时间群情激荡，就连军队也无法阻挡。燕后表面上是来祝贺凯撒，实际上是为了给小凯撒造势，也是宣示自己对凯撒的主权。而接下来，只见燕后带着儿子走过红毯，来到凯撒面前鞠躬行礼。罗马民众看到后瞬间沸腾了，因为燕后的这一鞠躬代表着整个埃及向罗马低头，算是给足了凯撒和罗马人面子。这一举动也彻底征服了罗马人民。相应的，小凯撒在罗马也算是站稳了脚跟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凯撒开始因自己的权力受到元老院限制而感到不满。为了改变这一现状，他在元老院任命了半数亲信，并把埃及艳后的雕像放到了神庙给民众朝拜。这个行为却引起了议员们的恐慌。以布鲁图斯为代表的议员们认为，要不了多久，凯撒就会在艳后雕像的旁边立起自己的雕像，罗马人会像膜拜神灵一样跪倒在他们面前。为了稳住凯撒，元老院答应认可他为国王，但是管辖的范围并不包括意大利本土，其他地区凯撒想怎么称呼自己都行。对于这个结果，凯撒并不满意，他认为这个头衔已经变得毫无意义。然而，艳后却劝凯撒接受元老院的提议，只要凯撒成了国王，他就可以不断扩大自己在罗马外围的势力，继而建立一个庞大的帝国。到时候还愁元老院不承认吗？但此时的凯撒已经老了，早已经没有了年轻时的野心。可一旁的副官安东尼却听得心潮澎湃，他承诺自己的军队会一直效忠凯撒，直至凯撒的功绩超越亚历山大大帝。这也使艳后记住了年轻的安东尼。最终，凯撒同意了元老院的方案，但没想到这些元老们的套路更深。为了保住罗马共和制，他们提前支走了安东尼。等凯撒独自走进元老院后，以布鲁图斯、卡西乌斯等人为首的元老们一人一刀向凯撒刺去，这样谁也不知道哪一刀是致命伤，因此所有参与者也就毫无罪责。不可一世的凯撒就这样倒在了政治家的阴谋中。凯撒的葬礼上，6名士兵抬着他的尸体缓缓放在木材之上，罗马的民众眼含热泪，送别这位他们心目中神圣的领导者。得知消息的克里奥帕特拉悲痛欲绝，如今靠山已经倒了，此刻的他处境十分危险，因此准备带着小凯撒逃离罗马。安东尼极力挽留，不过此时的艳后正在气头上，因为在凯撒的遗嘱中，他的一切都将由养子乌大维继承。小凯撒连提都没提，见艳后去意已决，安东尼便不再挽留。临行前，他留下了艳后的丝巾作为纪念。此后2年多的时间里，安东尼和乌大维强联手，一路追杀那些曾经暗杀凯撒的议员。经过腓利比之战，最终消灭了以布鲁图斯为首的共和派。获胜后的乌大维提议，由他、安东尼和雷必达3个最有实力的人共治罗马，这是目前稳定局势的最好办法。对此，安东尼表示同意。他提出雷必达可以统治非洲，乌大维可以统治高卢和西班牙，意大利本土则由3人共治，而自己将占据东方最富饶的几个省份。听到这里，乌大维就有些不高兴了，心想你脸怎么那么大呢？不过此时安东尼的实力也不容小觑。思考片刻后，乌大维还是答应了安东尼的要求。罗马的后3头同盟正式形成。可得到实权后，一直韬光养晦的乌大维见显枭雄之姿，他找到借口剥夺了雷必达的军权，将其赶出了元老院。如此一来，他就完全掌控了罗马2/3的疆土。后3头同盟已然名存实亡，而安东尼因为连年的征战，军费已经捉襟见肘，如果再搞不到 W， 恐怕就没人愿意为他卖命了。一旁的鲁菲欧建议他直接去找埃及艳后寻求帮助，然而安东尼却有点抹不开面子，要钱还是要脸，这着实愁坏了安东尼。思考过后，安东尼先行派出鲁菲欧去往亚历山大，要求艳后来见自己。对于这个提议，艳后当场表示拒绝，她不愿离开埃及领土，更何况这还不是安东尼的亲自邀请。但艳后对于征服安东尼倒是很有兴趣。在互相拉扯了一波后，埃及艳后还是主动选择了一个解决方法，那就是自己亲自坐船来到埃及边境，但就是不下船。埃及艳后的老师西索吉尼斯解释称，女王所在的船就是埃及，这样既照顾了安东尼的面子，又维持了自己女王的身份。看艳后已经把台阶给铺好了，安东尼也就顺坡下驴，主动登船。聊天中，艳后一直都保持着高冷而又略带暧昧的态度，这欲拒还休的模样把安东尼给拿捏得死死的。借着酒劲儿，安东尼闯入了艳后的卧房，并痴情地向艳后告白。安东尼最终还是没能扛住诱惑，拜倒在了艳后的石榴裙下。一段时日后，安东尼和艳后的恋情传到了罗马。乌大维对此大加讽刺，指责安东尼已经将罗马人的荣耀都卖给了艳后的肚皮。远离罗马权力中心的安东尼，每天都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，而艳后则始终保持着征服世界的野心。之前靠凯撒失败了，所以这次他把赌注压在了安东尼的身上，因此劝告安东尼返回罗马。迫于无奈，安东尼只能与艳后悲伤的道别，并承诺自己永远不会放弃这段感情。而乌大维为了避免罗马的内战，准备将姐姐乌大维亚嫁给安东尼。很快，安东尼与乌大维联姻的事儿就传到了艳后耳中，她悲痛地发泄着自己的情绪，认为安东尼已经背弃了他们的感情。不过婚后的安东尼过得并不舒心，他的心里只有埃及艳后。经历了激烈的思想斗争，安东尼决定抛弃罗马总督的身份，前往亚历山大港，希望可以挽回艳后失落的心。可艳后对此还是非常不满，因为她一直都有着征服世界的野心。但安东尼实在太过软弱了，为了表明自己的爱意，安东尼决定无条件听从情人的安排，他将会休掉妻子与艳后结婚，并宣布小凯撒为他的继承人，将统治埃及和罗马东部省份。
得知此事，乌大维认为这是扳倒安东尼的好机会。如今元老院对其已深感不满，如果能把罗马人的愤怒情绪都调动起来，那么他便能在民众的支持下向安东尼宣战。燕后此时也已经开始了战略部署，他下令建造大量船只，并准备派遣军队登陆希腊。燕后认为只要己方的舰队规模足够庞大，乌大维肯定不敢轻易开战。不过西索吉尼斯认为燕后的举动并不能阻止战争，他将亲自前往罗马与乌大维谈判。不久后，乌大维在元老院公开宣读了安东尼的遗嘱。得知安东尼已经完全抛弃了罗马，元老们也没人再愿意支持他了。得知消息的罗马民众聚集到元老院前，他们愤怒地呼喊着要乌大维向埃及宣战。而西索吉尼斯刚刚来到此处，一句话还没说，便被乌大维一矛刺死在了元老院外。罗马与埃及的大战也即将爆发。公元前32年，在乌大维的疯狂鼓动下，罗马元老院宣布对埃及开战。埃及艳后与安东尼组织了一支庞大的舰队，准备先发制人，直接攻伐乌大维的老巢亚平宁半岛。由于补给困难，他们临时驻扎在希腊西海岸的阿克提姆，打算在这里与乌大维决战。而乌大维为了打赢这场至关重要的战役，也是倾巢而出。由于安东尼手下的士兵多为陆军，并不擅长海战，但此时的他早已被爱情冲昏了头脑，坚持要在海上与乌大维决出胜负。Let Octavian know we are coming. Let the enemy hear the voice of Antony's legion. 安东尼一贯的陆战风格就是擒贼先擒王，所以打海战也一样。他率领舰队猛扑敌阵中央，试图直接干掉乌大维的旗舰。然而海战毕竟与陆战不同，安东尼的侧翼无法得到有效保护，这为整场战斗都埋下了巨大隐患。看到安东尼的动作，罗马指挥官阿格里帕下令舰队后撤，并试图绕到安东尼背后。一番激战过后，安东尼看到了乌大维的战船，他立刻下令战舰撞了上去，并迅速登船作战。然而乌大维并不在船上，和他打斗的人只是一个冒牌货。眼看时机成熟，阿格里帕当即下令包围安东尼，全力发动进攻。一时间，整个海面上都弥漫着火焰与黑烟。随着舰队阵型被截断，安东尼陷入了孤军作战的境地。与此同时，燕后也收到了安东尼被困的消息，但他现在是死是活没人知道。燕后绝望了，他认为安东尼几乎没有生还的可能，于是下令调转船头返回埃及。不过安东尼根本没死，他依然在指挥舰队作战。看到燕后的船竟然独自离去，安东尼瞬间懵逼了，他不敢相信自己就这样被抛弃。悲恨交加之下，安东尼竟然抛下手下将士，独自乘小船去追赶燕后。虽然此时他的舰队已经损失惨重，但并非没有一战之力。然而安东尼对此却不管不顾，他头也没回的就抛下了舰队，任由自己的士兵被战火吞噬。最终，安东尼成功登上了爱人的船，但却也输掉了整场海战。他愚蠢的行为不仅彻底葬送了舰队，更失掉了人心。获胜后的乌大维逐步收复罗马东部领土，并率领大军向亚历山大港进发。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，安东尼犹如孤魂野鬼一般整日游荡。他认为燕后已经背弃了自己，尽管燕后极力向安东尼解释自己撤退的原因，并恳求他能振作起来，带领最后的人马迎战乌大维。不过安东尼始终无法原谅燕后，所以根本不相信他所说的。一段时日后，乌大维派遣阿格里帕来劝降燕后，承诺只要交出安东尼的人头，罗马与埃及之间就能恢复和平。可燕后这一次却选择了爱情。Egyptian generosity. Octavian may have two heads for the price of one. Either two. 一旁的安东尼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。深夜，燕后来到安东尼身边，并再次鼓励他。看到燕后现在依然不愿意放弃自己，甚至愿意和他一同赴死，安东尼终于被感动了。他重新燃起斗志，决定带着手中仅剩的2支军团迎战乌大维。燕后自知安东尼此战必败，毕竟他此前曾抛弃军队，残余的罗马军团不可能再效忠于他，因此他将凯撒留下的戒指交给了儿子，然后派人带他偷偷出城，而自己将会留在这里等安东尼回来。不久后，安东尼抵达军营，如今他的兵力要远远少于乌大维。这个局面与凯撒的亚历山大战役十分相似。然而安东尼终究不是凯撒，当年凯撒是有备而来，而安东尼只是在孤注一掷。次日清晨，安东尼走出营帐，却发现士兵们都已经逃跑了，唯一效忠自己的鲁菲欧也倒在血泊中。一代枭雄安东尼竟成了个光杆司令。为了守住自己作为战士最后的尊严，安东尼单枪匹马冲向敌军，准备以战士最光荣的方式战死沙场。然而乌大维却命令士兵只准防御，不准反击，不给安东尼一丝慷慨赴死的机会。 Is there no one who would grant Antony an honorable way to die? 最终，安东尼骑马逃离了战场，回到王宫后却不见燕后的踪迹。安东尼以为燕后又一次抛弃了自己，万念俱灰之下，于是便拔剑自尽。但其实燕后并没有抛弃安东尼，而是早早的来到了自己的陵墓中，准备与安东尼共赴黄泉。在仆人的帮助下，安东尼见到了燕后最后一面，得到爱人深情的一吻后，安东尼心满意足的死去了。没过多久，乌大维便攻入了亚历山大港。
在得知安东尼的死讯后，屋大维很快就来到了艳后面前，他承诺不会灭亡埃及，但埃及将变成罗马的一个行省，而艳后本人将被当作战利品带回罗马游街示众，以此来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。看着屋大维手上的戒指，艳后知道儿子凯撒里奥已经遇害了，但他假装不知道此事，而是借口支走了屋大维。尽管被罗马人严加看管，艳后还是用藏在果篮中的毒蛇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2个忠心的女仆为她穿上了那件黄金礼袍，遗体则按照埃及君王的规格精心打扮。艳后的死最终也终结了托勒密王朝在埃及的统治。